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和你想的不一样，圣经中的家庭教会。那么一提到教会，大家的印象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场所，那么一到主日，弟兄姊妹呢就来到教会来做礼拜。所以今天教堂或者礼拜堂和教会往往呢这几个词是分不清的。今天往往人们喜欢称呼固定聚会的那个场所叫做教会。比如大家约时间的时候都说你今天几点去教会，所以教会更多的所指代的就是那个聚会的场所，而不是最初圣经的原意。我们在很多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教会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那群人，而不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圣经中的家庭教会。因为一提到家庭教会，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家庭教会就是比较不正规的教会，或者说家庭教会就是那种不正式的教会。好像跟一个有固定礼拜堂的教会相比，家庭教会比较像游击队，比较像民兵，而正式的那种有固定场所的教会比较像是正规军。或者说呢，印象里那种正式的教会比较像学校，而家庭教会比较像课外的培训班。所以长久以来呢，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中的家庭教会。基督徒都要读圣经，那么圣经里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而圣经中对于家庭教会还是有着很多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对比一下，看看圣经中的家庭教会是怎样的，反过来再看一下今天的家庭教会，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和你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圣经中有哪些地方记载了家庭教会。我们首先要证明圣经中有家庭教会的存在。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在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以及罗马书这几封书信中，保罗都提到过家庭教会。这样的词语一般出现在保罗的问安中，他首先向一些同工问安，然后并他家里的教会。那么家里的教会实际上就是家庭教会。而事实上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初代教会时期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因为初代教会时期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犹太教都是有会堂的，也就是说呢，犹太教徒在当时来说，他们的聚会方式比较像我们今天的聚会方式。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相继灭亡之后，犹太人被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分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由于所罗门圣殿被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给毁掉了，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没有办法献祭，也没有办法守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他们还要维持自己的信仰，所以呢，他们就在各自的定居点中间就建设了会堂。会堂就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耶稣传道，或者说呢，后期的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首先就会找这里是不是有犹太人的会堂。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就会进去跟犹太人在一起，与他们辩论。而且犹太会堂里边都是有老师的，他们叫拉比，圣经中的翻译呢是管会堂的。管会堂的并不是说在会堂里做管理的人，管会堂的实际上按照今天的翻译就是那个聚会所里边的
主任牧师。那么初代教会时期呢，基督徒是没有这种会堂来聚会的，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在弟兄姊妹的家里聚会。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提到，保罗在问安的时候，就问亚细亚的众教会安，以及呢雅居拉跟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那么也就是说，在亚细亚有很多的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在他们的家中聚会，或者按照今天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家有一个小组。因为很多人觉得家庭教会好像就是不正规，那么家庭小组，那么这种形式可能对你来说更好理解。也就是整个初代教会时期都是传道人在家中带领各自的小组，每一个家庭小组就是一个家庭教会。同时我们看到当时的耶路撒冷聚会的时候也是在弟兄姊妹的家里聚会，而如果是有大型的活动，他们就来到圣殿。所以彼得的几次大型的演讲，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都是在室外，都是来到圣殿。而他们真正聚会的时候，都是分散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那么大家就可以构想一下，整个初代教会是一个庞大的家庭教会网络，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而不是像今天一样，他们成立一个教会就要弄一个正式的聚会的地方，每个主日大家都来到这里聚会，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初代教会与我们今天很大不同的一个地方。另外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聚会形式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来到教会聚会，可能就分好几个步骤，很多教会呢都有程序单，有敬拜，有奉献，有讲道，还有为一些事友祷告，还有教会的事情要做一些报告，以及呢还有午餐。当然不同的教会，那么他们的程序是有差异的，有的教会有饭食，有的教会没有饭食，有的教会开始的时间早，有的教会开始的时间晚，都不一样。有的教会敬拜的时间会长一点，有的会短一点。有的教会牧师讲道45分钟，有的教会牧师讲道要超过1个小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都不是初代教会的聚会形式。初代教会没有像今天搞得这么复杂，而初代教会的聚会形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他们聚会实际上就是在一起吃饭。应该说，当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他们的主食是差不多的。他们每到吃饭的时候呢，主食都是饼，然后呢，喝的东西要么是葡萄汁，要么是葡萄酒。所以呢，对于他们而言，主食是一样的。他们在一起呢，就是吃饼，就是喝葡萄酒。而他们吃饼的时候，就是要把一大块饼用手剥开，然后剥成小块，每个人相互分享，就很像今天的领圣餐的环节。而他们当时的圣餐是真正可以吃的。今天呢，我们教会的圣餐主日拿的那个圣餐，其实都是形式而已。所以对于初代教会而言，聚会就相当于吃饭。所以这样的聚会形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不会很好？大家一边吃一边聊，一边分享。虽然今天很多教会它聚会之后也有午餐，但是呢，午餐的时候大家就是闲聊，东拉西扯，就不会有分享，也不会有关于神的话题。所以说，初代教会能够把圣餐聚会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这种形式也跟当时的初代教会聚会差不多。最后的晚餐也是耶稣拿起饼分给大家，拿起酒大家一起喝。
所以初代教会每逢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他们的聚会和吃饭是在一起的，大家可以彼此交接分享，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同时还有一点，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中发现，他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大家吃饭，食物呢都是信徒自己带来的，也就是谁来聚会，谁就来带一份食物。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了问题，就是比较富有的他们就带得多，贫穷的呢可能就带得少，甚至呢没有东西可吃。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吃饭的时候，富有的人吃得很多，吃得很饱，穷人呢又没得吃，他们呢没有相互的分享，就造成了有些人在聚会的时候酒喝多了，喝醉了，以至于他们的聚会搞得很混乱。今天有多少教会为主日结束之后的那个午餐而烦恼？因为教会里有不同的人，有的人喜欢吃这样的，有的人喜欢吃那样的。今天不管做什么样的饭食，都有人说好吃，有人说不好吃。特别在华人教会里，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他们的口味都不一样，所以呢，众口实在难调。而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的聚会就很不一样。那么谁来聚会呢？谁就带一份自己的食物。而保罗在书信中提到，聚会的时候，大家呢食物要彼此分享，也就是富有的人你要照顾到贫穷的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初代教会的聚会真的是很温馨的，大家每逢主日就在一起会餐，不同的人带不同的食物，然后放在一起大家分享，然后在一起彼此交接唱诗赞美主，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所以今天的教会的聚会模式跟初代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今天的所谓的家庭教会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今天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都是带着各自的食物，然后大家彼此分享交接在一起愉快的交通，不是也很好吗？也不至于呢到谁家去聚会，然后呢给主人家增添很多的麻烦。对于今天的家庭教会，如果开放家庭的那位弟兄姊妹的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富裕，他们家有工人或者说有佣人，好，那么他们家也不缺钱，那么提供餐食是不错的，有人煮饭，而且有人打扫。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家庭教会，他们本身的生活条件就有限，那么每周呢还有很多人到他们家吃饭，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每周都为吃什么东西而发愁的话，一定是影响大家在一起聚会的质量。今天一直有很多人都在倡导要回到初代教会的模式，并不是把一个大教会打散，然后分散在各个家中，这就叫初代教会了，不是这样。你要从圣经中把初代教会的这种聚会的方式把它搞清楚才行。初代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他们吃饭都是吃饼的，所以在一起剥饼分饼来吃，对于他们来讲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今天的华人教会，大家想想，有人是吃米饭的，有人是喜欢吃面条的，有人呢可能是喜欢吃馒头包子的。如果是都习惯于吃面食，这个可以，但是很多人他们天生就是吃米饭。如果是吃米饭，这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吃米饭就没有那种剥饼的感觉。吃米饭呢还要有菜，也要有副食，相对而言呢就比较麻烦。但是毕竟吃只是一个方面，还是可以有办法去克服的。而我们要知道的是，初代教会他们的家庭教会吃饭跟聚会是同一件事情，而今天的聚会吃饭跟聚会完全是两件事情，甚至只有聚会没有吃饭，
这是很大的不同。今天呢，我们主要提到了吃，其实初代教会中的家庭教会还有一项跟现在的家庭教会以及跟今天的教会最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个原因我觉得是使得当时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高压的300多年里能够迅速的复兴成长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对今天的教会产生很大的思考。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分享不完，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原来如此，我们下期见。